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百里东军，师兄，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。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天上来。你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血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，施剑绝者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，凭一己之力创下百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。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
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了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？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棠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棠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棠。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棠看看。小乳芳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姬长生。什么姬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苟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姬虎系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。身份特殊，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傅。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弟子怎么觉得，死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嗯？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。那希望这一回，师傅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百里东君，师傅，哎。师傅，你别动了。你别动。哦。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，背我。啊？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姬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
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啊！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徒弟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，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？啊！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，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怎么了？陈老头，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南绝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哼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你这一路只胜不杀，借水为剑，借花为剑，借叶为剑，就是从未拔剑。你是在蓄养剑气吧？剑气养足，杀意养够，再出一剑，就是惊天海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别人都看不透，你都能看得透。如果我对你出手，你保证不需要拔出你的旋风剑吗？若是拔剑，那你这一路辛辛苦苦蓄养的剑气，可就泄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活了这么久，倒是没有白活。北离这些年，仗着有个李先生，始终压南绝一头。南绝武道的气数本就不如北离，若是你执意要与
燕陵峡一战，无论谁胜，都躲不过两败俱伤啊！男爵武道危矣，所以你再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拿男爵来压我，男爵又算什么东西？谁拦我，我就杀谁。你若动手，我就拔剑；我若是拔剑，你一定会死。怎么？怕了？不要以为一把年纪就有资格站在高处跟我讲道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早就该活不过今日了。你这是要一意孤行了？就为了这个第一高手的名头？今日过后，天选老人就只是一个老人了。仙人早。哎，早。昨日还是守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野武都摘不下来。哎，好香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？哦，在练功啊？哇，好香的果子啊！
百里师叔，你干嘛呢？吃果子呀？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师傅。怎么？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这还差不多，问吧。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轻功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，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万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侄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姬若风说的没错，既然此功以30年为期，那么每过30年，我就会更换一次身份。倘若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，那我始终都是李长生。因为我与他们相处太久，身上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就带上你。而你，是因为你师父跑来求我。你师父那样的人，竟然会为了一个徒弟来求我，有趣。说到这里，你们2个以后也别叫我李先生了。为何啊？因为属于李长生的30年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你们说，下一世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，好，南宫。那叫什么名呢？
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，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，南宫春水。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，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这里，雪月城。雪月城。没错，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想要进入这雪月城，就要先闯过一座登天阁。登天阁外皆是凡尘，只有真正登上了那天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雪月风华。此去千里，正好可以一行观尽天下。春水兄，真有雪月城这个地方吗？该不会是你瞎诌出来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事儿可多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，更何况是你。你师父教你的那套烟云剑舞，是他向我拜师时我传给他的。现在他又传给你，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。你就先练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。多谢春水兄。对了，你师父登场的那套，你可千万别学啊，羞死个人！哎呦，天哪！是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父。放心。至于你吧，我什么呀？你该不会还想教我武功吧？就凭你现在？现在我武功暂时是废了，但是功法可都在我脑子里。你再看看你，有着绝世的内功、绝世的剑术，还有这副经药酒打造的药修之体。但你怎么还是那么弱呢？哎，要教我你就教啊，可不带这么损人的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不会走路，但他却学会了飞，那他能飞多高？飞多远呢？哎呀，拿着，什么呀？绝世武功秘籍。袖剑19式。公子你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儿销量最高的剑谱。多少钱啊？3文一本，童叟无欺。袖剑19式，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？这不是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吗？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就只会这一本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。这剑法如此蠢笨，为何还要反复修炼？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谱。练了多少年了？我5岁开始练剑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只要练上1000次、10000次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秘。所谓聚沙成塔，滴水石穿。
聚沙成塔，水滴石穿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呢？哎，对了，后来他怎么样了？一定是一辈子寂寂无名吧？寂寂无名。我的那位朋友正是在这本最普通的剑法的基础上，创立了一套绝世的剑法。剑法名列国。列国？列国不是小师兄的家传剑法吗？正是。我的那位朋友，就是当年手握天下第一剑天斩，号令千军万马攻占旧都，并创立了万世伟业的北离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这故事该不会是你编的吧？信不信由你喽。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，你的西楚剑歌固然高妙，但在江湖上不缺高妙的剑法，反而因为它太过精妙，很多时候难以施展。你缺的是如何把这袖剑19式练成西楚剑歌。剑在你手中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也可以舞出最绝妙的风姿。不错，不错。袖剑19式，好好练吧。真是这样。尹世直，尹世直，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有些累了。累了。春水兄，我们去前面的小溪边歇息一会儿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希望同您见一面。百里师叔，春水兄，我先去采些野果。不如我去吧，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百里师叔，你武功比我高，留下来照顾春水兄更妥当一些。那就有劳你了，早去早回。好。要不还是我自创一套剑法吧，也比这破剑法强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破剑法，曾经可是有人把它练出了剑仙的风范。那人练了19年才名扬天下，我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
那会儿我都快40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就这么急着名扬天下？那是，我跟人家可是有约定的。他说等我名扬天下的时候便会来寻我，所以啊，我不能让他等太久。哼，女人啊，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。当然，我只与她见过2次，互相喜欢还谈不上，但我坚信，当我名扬天下，与她重逢的那一天，将会是我们故事真正的开始。那若你发现他不是个好人呢？先生，此话何意啊？我是说，那若是你喜欢的姑娘与你的相识不过是一场筹划，你看到的一见钟情不过是他心里的刻意安排呢？先生说笑了，他能安排与我的相逢，却怎能预知我的心意呢？这天下间能决定我对他一见钟情的，只有我自己。那若他与你立场相悖，不是世人眼中的良人呢？我与他相恋，不是与世俗相恋，更不是与立场相恋。答得好。但若他是个滥杀无辜、十恶不赦的魔头呢？前2句先生可以假设，最后1句断然不可能，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姑娘，她定不会如先生所说的这般。哦，你就这么笃定？因为她目光澄澈，眉目如画。书上说相由心生，所以她一定不会的。袖剑19式，一共19式，刚好练完。李长生啊，还真是收了个好徒弟。妹妹，姐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出来看姐姐。姐姐，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，就是让你放弃复国的百里东君吗？妹妹，我没有放弃复国，更不会因为百里东君他而放弃复国。我懂，姐姐是为了不再引起战乱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妹妹，我真的已经知道了。姐姐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我听说你是同天下第一的李长生出来的，我还想一睹他的风姿呢，怎么不见他人呢？先生，他暂时有点事情，便和我们分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阿姐，你是不是不方便出来太久啊？快回去吧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嗯。阿姐，我走啦。嗯。妹妹，终究是我欠大家一个交代。等我这边事了，我便回天外天请罪。想起之前说的另一条路，
可有答案了？我隐隐摸到了他的边界。那便好。无论今后能否与小姐同路，齐轩都祝小姐可以达成所愿。还有，不管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齐轩都不会伤害小姐半分。二小姐此行，难道只为了看小姐一眼吗？自然不是。月瑶带不回百里东军没关系，我月清一定会带回叶鼎之。徒儿，你还记得上路前我说的那句话吗？哪一句？看好我出的每一剑，除了最后一剑，不然功亏一篑。我不想错过那一剑。我的傻徒儿。料峭凌波来，舟上欲生烟。羽生魔，你还是来。郑水兄，这剑仙羽生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云哥跟着他，该不会学坏了吧？哼，我这一路上听着好几个江湖人说，他带着云哥闯男爵的事儿。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有个称号，叫做羽狂徒，就是因为他很狂很傲。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打败了不少武功远远高过他的人，靠的就是这身狂气。可惜啊，可惜后来遇到了李长生。这李长生何许人也？更狂更傲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夸自己啊？臭小子，我这是夸自己吗？我分明就是在夸李长生。我都说了，这事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，翩翩少年，不闻天下事，只为美人折腰。哎，您都180多岁了，还为女人折腰呢，就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春水兄，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很是俊俏，只是后来练魔仙剑时出了差错，竟变得比女人还要美。你看，他就不如你，不懂儿女情长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拿着剑去杀燕灵霞了。春水兄，燕灵霞怎么了？漂亮，真是漂亮！你是真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再往前5里地，会路过个小镇，叫做千月镇。今天我们就在那儿休息。
师傅，那你说，羽生魔是那叶灵霞的对手吗？不好说呀。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若他死刑是为了自己，那么两个人打个平手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但若他是为了别人，你是说为了云哥？羽生魔啊，别看很多人都称他为魔，但其实在我心中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什么？都要善良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男爵第一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，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找叶灵霞去复仇。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嗣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
车水兄，在看什么？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不错，在我手中能过3招了。司空长风，我们聊聊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百里东君出生侯府，身份尊贵，父亲是侯府世子，母亲是温家千金，如今更是天下第一李长生的弟子，他的命可以说是很好了。可你呢，自小流浪，四海为家，朝不保夕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你最讨厌的纨绔子弟，你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侯府的公子，那个时候只是觉得2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历练江湖，蛮好的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侯府的公子，也只是觉得，原来在侯府长大的人也可以像他这样。哦，什么样的？我见过太多的世家公子了，他们呀，只是看着面目光鲜，其实内心里肮脏得很。但是百里东君不一样，他的心是澄澈的，是少年心。这个回答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，他的命好，我的命硬，我和他都是能够走到最后的人。这个回答就更妙了。这几日陪你练枪，你应该听了不少传闻，说我要收你为徒吧？不是，先生，那些只是传言。先生能够指导我用武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收徒一事，我不敢奢求。我不会收你为徒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有一个比我厉害10倍、100倍的人想要收你为徒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可这一天不会太远了，他也同样在等，等着江湖山水与你重逢。重逢？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谢轩公子这是要走了？恰逢其会，终有一别。我的书看完了，自然也就该走了。司空兄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山水再相逢。小师叔。先生，我好像也该离开了。何时动身？那便此刻吧。你也这么着急啊？兴之所至，说走便走。天高海阔，先生，我们有缘再会。走了。这江湖依旧，便是因为有着这些一代接着一代的少年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车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你是何人？故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南宫春水。你不姓李？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啊？当然，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去。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说说吧，什么来头？
在下百里东君，学堂李先生弟子。在下尹落霞，是柳月公子的弟子。柳月的弟子，难怪这么漂亮。至于你嘛，看起来一副武功平平的样子，拿着的剑倒是不错。两个金刚梵境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半斤八两的小丫头，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放心就这样让你们来找我？不知这位铁匠师傅功夫几何，这般看不起金刚梵境？哎，我不是瞧不起金刚梵境，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梵境，因为我也在金刚梵境。小子，想要挑衅我，还早了30年。哼，明明是你挑衅我。东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，兵神罗胜。哼，公子，那些药材异常的珍贵，请一定要妥善的保管。还请公子代我家老爷问辛先生好。放心吧，这药啊，不仅关乎你那穆家病人的命，也关乎我的命。多谢掌柜的，走了。公子慢走。还好您咋来啊？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你看多久没来了呀？想死我们了。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，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嗯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他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司空公子，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。
真是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格列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足够霸蛮的刀。看来罗兵神这是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帖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。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？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，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好刀，这刀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剑心种的家伙不一样，兵器铸好的那一刻，便与铸造师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，应该由它的主人来取吧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罗兵神还是不忘和剑心种的李素王抬杠呀。谁和他抬杠？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副故作风雅的样子。剑就是剑，还取什么老婶子的那个什么什么听雨观雪，又是什么闻风望花的，我呸，恶心！好，既然我的剑叫做不染尘，那这柄刀就叫做红尘滚滚不染尘，铅华洗尽见真心。不如就叫它金铅华吧。好，就叫金铅华。行，现在你也有了刀，那就遵从李先生的意思，不练那个什么袖剑19式了，改练刀法。什么刀法？拿着。五虎断山刀。我说春水兄，这刀法我见过，我家护院也在练。可别小看这刀法，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靠这套刀法名扬天下，对吗？你又开始编瞎话骗我了，我才不信呢。哼，你可以相信，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若是不服，和我过几招如何？嗯？好。
现在相信了吧？这武器可以普通，武功可以普通，但是手握武器的人绝对不能普通。这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可比萧逸的袖剑19式差了不少呢。东君清楚了，我会勤加修炼的。哼哼，难得见你这么老实。云哥，云哥，那我是不是得叫你东君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因为这柄剑是我的。敢问这里可是罗宾神住所？你是何人？在下叶鼎之，奉师父之命前来取剑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来，坐。剑已铸好，你师父提前付清了银两，随时便可取走。多谢罗宾神。你师父他近况如何？这位小兄弟是？哦，我叫南宫春水，奉李先生之命，带着百里东君来这里取刀。东君他在这里啊？他不服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现在在里面躺着呢。那我明日再去见他吧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师父他已然离去了。小兄弟，你认识我师父？当算是挚友。原来这柄剑的主人是你呀，真是巧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的刀叫什么？他叫金千华，是我起的名字。那我的剑就叫琼楼月吧。琼楼月是个好名字，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刀剑合璧了。行了，话也说完了，我们该启程了。云哥，一起吗？我还要回南爵处理一下我师父的事情，但还能再陪你们走一段。怎么？这是要走啊？是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？来不及什么？我们是很着急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一路以来你也没有很着急啊。我们不是直接去那儿，顺路还要去另一个地方，时间上会有些许耽搁。去哪里啊？唐门。去唐门做什么？听说那边有个试毒大会，我们就过去凑凑热闹。经此一别，此生怕是再无机会相见。你们一定要用好这两柄刀剑，希望有朝一日让我在这小镇中，也能再听到他的传说。也不知道这小子到了哪里。先前收到九皇子的来信，还以为学堂也受不了那混世魔王，给赶了回来，还偷偷欢喜呢。咱们这个儿子只是表面顽劣罢了，他能跟随李先生一同出门远游，也是一番好的造化。你说，他们会路过钱东城吗？应该不会。李先生这个人最怕麻烦，而要见大名鼎鼎的镇西侯，却是天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你想的，但在他这个年纪，正是应该见识广阔天地的时候。你不想他？我不想。臭小子，有什么好想的？程峰，我心里总是有些隐忧，我怕东君。放心吧，有李先生在，
东军能有什么意外？你若真是不放心的话，兄长以后好歹也是要接管温家的人，你净想着折腾他。那就要看兄长他自己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折腾。哎呀，又想出去溜达？每天窝在家里面制毒，多无趣啊！这么多毒药，毒死半个北黎都够了。哎呀，前日唐门可差人送来了一封请帖。你是说仕途大会呀？不错，世人皆知咱们温家独步天下，唐门竟敢号称毒案双绝，怕是早有争锋之心呢。此次他邀请我们去参加试毒大会，可不能输了。老爷子，这一次真让我们去了。老爷子说了，温家用毒不用比，上下百年，温家称第二，无人敢称第一。但是，也不怕比，谁若争锋，就把它毒下去。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个唐门的唐灵皇，我早就想跟他比试比试了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喂，是明日。玉，走。吾图长风，为是要往唐门一去，你可来此寻吗？唐门？这个罗冰神虽然脾气火爆，其实人还挺好的。临走前还给了我一壶他亲手酿的酒，味道如何呀？很糙，但是烈，能感受到他心中的豪情。他这个人吧，其实还挺重感情的，就是有时候不善于表达，要不然也不可能错过那个小蛮丫头。小蛮丫头？可是那个玉佩的主人是。后来嫁给了建兴种的李肃王，再后来，就有了个女娃娃。啊，你知道的，李新月。二师兄的丈母娘，那也不小了呀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模样，还好意思叫人丫头？一直都是个丫头，死的时候也才25，正是丫头的年纪。死了。罗胜一直把他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，但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后来他就隐姓埋名，来到了这个小镇上，发誓再也不踏入江湖半步。哎，原来罗冰神是给自己设了个牢笼，把自己关起来了呀。谁不是呢？于我而言，这牢笼就是这天地之间，不生不死，不毁不灭。哎，说起来也有趣，但是吧，有时候又觉得无趣。智水兄，有点嚣张。哎呀，温不平啊，温不平！你还真是人如其名，一步一步又稳又平。我在马车里都快睡着了，你就不能稍微快一点吗？可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咱们温家不同于其他门派，若是其他门派先到了，他们自会尽地主之谊，好生招待；若我们温家先到了，
他提防我们，我们提防他们。放心吧，我算好时间了，最后一刻赶到才是刚刚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做事情就是太谨慎。你狂放，我平和，咱们温家才能越来越好啊！哈哈哈哈。哎呦，又怎么了嘛？怎么索性连走都不走了？你派出去的人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吗？找到小公子了，但是没有看到李先生。小公子正和2位年轻公子，还有1位年轻女子同行。1位年轻女……哎，李先生不在，那他们要去哪儿啊？看方向似乎也是锦城。唐门，他们也要去唐门。我有个不好的猜想，是不是东军和李先生走散之后被那3人劫持？哎，我先行一步，你自己慢慢赶车吧。哎，东军，这位春水兄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可以理解成，我是李长生的转世。人能不能转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不可能一转世直接就是这么大一个人。不过你这说话唬人的样子，倒还真像。不错，允哥，他就是李先生。什么？你我2人还有机会成为师徒呢。是啊，那天晚上有变故，不如今日拜师也不错。我去天启城参加学堂大考，不过是想看一下我师父的一生之敌究竟是何模样，倒也不曾想过真的拜入先生座下。而如今，更是不可能喽。在教导徒弟这件事上，你师父或许比我更强。唉，我忽然有一个感慨。什么？江湖啊，原本是死的，有了我们这些江湖人的故事，才是活过来的江湖啊！干！干！诸位，师傅托我在锦城办点事儿，这唐门我便不跟你们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你师父跟唐门有些过节，确实还是不去为好。哟，有位师兄跟唐门还有过节呢，说来听听。怎么？你很好奇？说起来就是一段风花雪月的往事啊。那算了算了，我怕柳月师兄找我算账。尹师侄，我们回来再见。保重。怎么一听这风花雪月的故事，你就紧张啊？就你话多。路上小心。唐门，这宅院比我们镇西侯府的还要大呀！就送你们到这儿吧，保重。这就走了？行吧，云哥，保重。保重。先生，保重。师傅，不好！小白梨，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？舅舅，我朋友被人掳进唐门了，我要进去救他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
温家，温壶酒，百里东军。拜帖。我没有拜帖，拜帖在我朋友身上，他被人掳进唐门了。荒谬！事实如此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召集找人。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我进去；二，用这个讲道理放我进去。白痴！他的拳头竟和刀剑一般硬。我不打无名之鬼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唐门，唐连月。稷下学堂，百里东军。你打什么打？还有你，打什么打？温先生，擅闯唐门者杀，这是规矩。我有磁铁，这是我外甥，哪来叫擅闯呀？既然有磁铁，就随我去别院安顿吧。等等，带走我朋友之人，很有可能是你们唐门的人。你让我回去休息，是何意呀？我们唐门之人断不会做如此之事。那人擅入唐门，我之后自然会抓到他，并且把他杀掉。你敢？凌月呢，是唐门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你又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李先生跟唐老太爷又是平辈，你们不如交个朋友，握个手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啊？如果是唐门弟子，如何？没必要。没兴趣。哎，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有劳连月，给我和外甥弄个房间。你，舅舅，我的那位朋友，明天就是试毒大会，你的朋友呢，在这个时候被抓，此事肯定和试毒大会有关。先进去再说。试毒大会将于明日正午时分举行。你的朋友若有消息，我会派人来此通报。记住，不要在我们随意乱走动。这里不错呀，舅舅，我们要赶快去救我的那位朋友。我刚才便想问你，你不是跟李先生在一起吗？人呢？还有，被掳走的那个人又是谁呀？被掳走的那个人，他是我师父的一位朋友。哦，我本想着试毒大会结束之后再去跟我师父会合。那他武功如何？目前应该大概和我差不多。那掳走你朋友的那个人，境界肯定也不一般。放心吧，没有人呢敢在唐门随便杀人。你朋友肯定是被藏起来了。或许啊，明日的试毒大会会有答案的。可我的那位朋友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就。已经将师傅的信物交给了秀水山庄在锦城的据点，不知百里师叔他们现下如何？左右也没了什么事儿，也该去见见他了。跟着我呀，跟着我呀啊！一定赢！跟着我呀，一定赢！你们不信我吗？你们能不信我吗？你们跟着我呀就完了。诸位，可都买定离手了？嘿嘿，姑娘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间赌坊是我的吧？你怎么都反客为主了呢？穆馆主，抱歉抱歉，我这习惯了。您可看好牌了？嘿嘿，
姑娘，我看这回你还赢得了我吗？穆馆主，可听过一句话？人定胜天。自然听过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句话都是骗人的。天就是天，塌下来了，不管个高个矮的，都得死。升天，承让，承让。方才他之所以那样对你说话，是因为他觉得你的赌方已经要输给他了。月瑶妹妹，乐霞姐姐，穆馆主，啊，今日就先赢你这些，账可都给我记好了，改日再战。各位先玩啊！这次来锦城替我师父办些事，一入城便听闻有一位奇女子在赌坊中大杀四方，我一猜就是你，就赶紧来找你了。师父，可是你信中说的那位天下第一美公子？没错，我假借阿姐的身份拜了他为师，若有机会，希望他也能收阿姐为徒。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，有意思，有机会我定要见见，看看是他美，还是我妹妹美。阿姐，不打趣你了，来来来，快与我说一说，你在天启城都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？哎，拜帖呢？张兄，进吧。来，师兄，走。拜帖，走吧，你这边。好，拜帖呢？好，我进吧。今日若是见不到我，你的药就吃没了，你就会死在这里，你担不担心？那又怎么样？死在江湖上，也总比死在药谷里强吧？哟，去了趟天启城，还没抹去你的锐气，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原来遇到那么多事儿啊。不过我就一个问题。阿姐想问什么问题？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今日若还找不到你的朋友，我便替你去亲自拜访唐老太爷。多谢舅舅。那你在做什么？试赌大会。那就是试赌大会，你不过去？哎，外面的试赌大会呢，都是给那些普通的赌门办的，看似热闹，其实徒有其表。真正的试赌大会，从来都是在老太爷的梧桐院里，而能参与其中的，只有我们5大赌门。那么点人，那不成试赌小会了吗？对哦，就是试赌小会。这边请。走。喏，台上那个穿得黑不溜秋的，就是唐灵皇，如今是唐门的对外掌事者。据说呀，不管是用毒还是暗器，他均为唐门第一。这一次，我也是生了与他一决高下的心思来的。剩下的呢，都是我们5大独门的高手了。这边是毒神教，那边是云窟派，还有不死宗。这么小六的姐姐也来了，失策呀！那其他几位是5独门。这些用毒的门派可真够凶残的呀！名字里不是带毒就是带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很吓人一样。那可不，
还是我们好，我们和善，温家，温文尔雅的温。好了，不提他们了。总之啊，他们都没有你舅舅我厉害。哦，小百里，不平舅舅，还真是来得巧啊！不早一步，不晚一刻。哎呀，哟，你又不是用毒的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一语毒本就相伤，我虽不用毒，但是不代表我不懂毒啊。你要是看不习惯，就别在这待着。懒得跟你犟，说不过我吧？切！老药王，你等等我呀！长风，东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说来话长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在这江湖之中，毒术被蔑称为鬼道的一种，不被这世俗所承认。而我们唐门也因毒案双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江湖中人所待见。但现如今再提起唐门，敢问天下英雄，又有谁敢不服？说得对，没错。鬼道明道本就是刻板成见，毒能杀人，亦能救人。今日，让我们共襄这场试毒大会，以期诸位能够尽情地交流毒道，弘扬我独门一脉。像不像江湖上那些骗人的组织啊？号召大家入会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没想到温前辈还有这样的一面。舅舅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像是妒忌？我们温家向来不爱出风头，天生你这个舅舅不同，就爱同人争个高低。这次唐门主导举办这次试毒大会，邀天下毒道，摆出执牛耳之势，你这个舅舅自然是不服。去，上药人。这就是我唐门的药人，他本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被我门中擒得。经过我们多年的锤炼，如今已是百毒不侵。这，就是我们唐门对诸位的考验。谁若能毒倒此人，便可压得过我唐门一头，称独门之首。嚯哟，好大的口气！我，等等，别着急着上。我们可是用毒第一的温家，怎么能一开始就上场呢？哼，你说的对。温家就是普大，我们五毒门可没那么多讲究。既然诸位都不齐，那便我先请了。话虽然说的不中听，但是身材真好。娇艳欲滴。此乃淬满了剧毒的毒刃，毒名勾吻。此毒世上无人能解，就连我们五毒门也同样束手无策。你，舅舅，他在看我。一眼看众生，狗妹。这是佛门的金刚护体功法。我曾经在白马寺读过一个和尚，他用的就是这门功法。没想到唐门抓来的江洋大盗，还会佛门的功法。不能碰他！别碰！哎，小白里，你难道不知道他？不知道什么？
不会是书上说的那种碰到女子就要娶她的桥段吧？啊？你想得美！秀儿，回来。等等，方才你说到有可能会娶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一脸惊恐啊？啊？你不喜欢我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容貌，看你还敢不喜欢我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舅舅，你要是看到他，就真的娶她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撤！好。秀儿，你若真的被五毒门的女子缠上，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，就是日子短点儿。为何日子短啊？这你就得问你小舅舅了。多嘴。哎，我叫温壶酒，我来会会你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出风头。先用一记醉梦往生卸去他一身内劲，再用一记芳华刹那见血封喉，最后再补上一记毒杀掌。这要是都不玩完，那就真的是大罗金仙喽。现在的毒名都起得这么风雅吗？当年我们三个，一人制毒，一人用毒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取毒名，配合默契。温门无敌。舅舅，这还有一个人，说的是谁啊？娘呗。不平舅舅，你怎么骂人啊？百里东君。呸！我嘴贱。哦，好毒啊！温家真的好毒啊！这个声音，唐明皇，你敢说你们唐门用江洋大盗炼的药人？唐门好大的威风，找来一个会说话的金身罗汉。百里东君，你怎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洋大盗。啊？你不是唐门的药人，你究竟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这个臭老头子，亏我还担心你这么久。读书人，唐门处理门内之事，非唐门中人，还请暂且退避。什么事啊？你们还不走？舅舅，这就是我同你说的，在唐门外被掳走的人，自己人。原来是你的自己人啊！你的这个朋友若是能够被别人掳走，那掳走他的人，大概就是天下第一了吧？行了，来了就不要废话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可都看好了。唐明皇，唐老太爷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动静，就算是睡成死猪，也该活了吧？给我住嘴！你敢不敬？
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。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2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凡境到逍遥天境。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人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。可我们为什么丝毫没有感觉呢？因为此人对内力的控制太过精准，以至于同一空间内，他想要压制谁便可压制谁。他究竟是谁？老头，怎么样？需要我再抬抬吗？行吧。现在，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，一起来杀我吧！可不要留手哦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老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东君、小仙仙，还有唐门的这位小莲月，你们可都看好了，练功10年，不如仙人斗法1瞬。万树飞花，这是？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坏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道家绝学灵虚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2门绝学？靳千华，不染尘。少年游，最高乘风却不知深秋。金刚不坏神通虽然号称天下无敌，但凡是外门武功都有罩门。你们唐门有一种暗器，可破一切罩门。破了他的罩门又如何？以他的境界，几根针杀不死他。因为我有3字经。好，我信你。暴雨梨花针，出必见血，空回不降，集中之极，暗器之王。毒死你呀！求人得人，才算不负此生。
老头，就差你了。天下间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毒的毒了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3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走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符鼎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你不会后悔了吧？不会想杀我吧？都说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你要是后悔了，要杀就杀我一个，不要连累唐门。哎呀，啰嗦！师傅，小百里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上去会被他的内力震的五脏俱毁的。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不见众生，不见天地。很多人只记得前半句，却忘了这样的人，最后眼里就只剩下自己了。蓬莱境民瑶池雾，不见人间有仙灵。小莫一，许久不见。你师父清风道人呢？师父已经先去，先生为何忽入神游，来此逍遥？哎，不过想念老友，想来此见见，没想到先走一步了。何谓先走？我是来道别的。不过我说的走，不是走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世间最远之地，莫过于蓬莱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我收了很多很多徒弟，我非常喜欢他们。倘若有一天他们能够来到这里，还是想请你请他们喝上一杯，就记在我账上。可先生不是已经告别了吗？这样的告别，难道不是此生不见吗？所以说这账我还不上的。这世上死账坏账这么多，还不允许我来一半。兼究无绝色，悦目是佳人。许久不见了。你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你的相公。滚！人间已是大雪平，此地仍吹春日风。你是他？怎么我一说我是你的相公，你就会想到他？你难不成在你心里，你的相公就是他？你脾气还是这么的不好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娘子。
人间太无趣，天上太寂寥，唯我凡事走，此间最逍遥。仙人啊，且把我的长生拿去吧。师傅，快醒醒啊！放心吧，他没死。你到底对我师傅做了什么？呆子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唐老太爷和李先生联手做的局。局？没错，是他特意找的我，让我帮他做的这场局。唐门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了，也算得上是江湖上顶尖的门派之一。若是帮了你这个忙，老爷子，这可就没意思了。你说我不如去拜访一下雷家堡，我有一个徒弟，也姓雷，我很喜欢他，爱屋及乌。不如我去拔一拔雷家堡，拔到个武林盟主的地位，你看如何呀？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哎，坐。这几百年了，唐门还是一个样子，不提到姓雷的，就压根儿意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真是相爱相杀呀！来，喝茶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李先生为何是这般少年模样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药王像是知道些什么。上古有大春者，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我知道一门武功，就叫大春，它是绝技江湖的门派，逍遥御风门的绝技秘法。而修得此功，要以药石为引，倾一门之力培养。而修炼之人，必是那百年不遇的绝世奇才。此功练成后，30年返老还童一次。哎，可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只是听说呀。没想到今日，原来世间真有此奇功，能长生不老。那不知李先生此番目的究竟是为何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这是要谢功。谢功？谢功？李长生这次来找我，主要是想让我帮他卸去这身大春神通。可惜凭我一己之力，无法帮他这个忙。我就想借试毒大会，通过奇毒先窃取他逍遥御风门的药石之术，再由他自己自行卸去这身神通。他还特地安排了这场比试，不管是旁观的人，还是比试之人，经此之后，在武道方面定有所长进，算是他的报答了。可他为何要谢功？连月呀，看来你还是年轻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个个惜命短，可若真是给了你8000年岁月，你能耐得住这无涯寂寞吗？你爱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只留下你自己。胡说！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舒服呀！哈哈，重新介绍一下，
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。诸位，就先送到这里吧。此行惊起如此风波，只为我一己私利，还望唐老太爷莫要见怪啊！我的徒弟们以后都会名扬天下，而你会是他们有力的竞争者。他们有你，三生不灭呀！怎么，你是算命的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还算过2年。2个小崽子，我们走吧。2个？莫非司空长风？先生何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当我南宫春水的徒弟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答应啊！臭小子，还不答应了？他收你做徒弟，是好事。你我之约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以后，我算你半个师傅。多谢师傅。好，我愿意。还不跪下？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我南宫春水的徒弟。快起来吧，我的小师弟。哎，百里东君，严格意义来说，你是李先生的徒弟，别占我便宜。我不管，你就是。哎呀，好了，二位该动身了。好，我去先吧。我等了太久，不愿再等了。我们飞过去。老太爷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？到时候把我们的马车送过去，车里还有几罐好酒。我倒是觉得可以再添几坛你们唐门的醉红尘进去。就这么定了。走了。等等，师傅。2位舅舅，我先走了，代我向家人问好。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啰嗦。走。师傅，你别忘了还有饮食纸。可我怎么感觉你前途凶险呢？哎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哎呀，徒弟们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我们这就到了。师傅，我们不是要去雪月城吗？怎么这上面写着下关？这座城啊，以前叫做大长河，虽然名字里有一个大字，但实际上它很小很小。此地地处偏僻，风景优美，与世无争。后来来了4个绝世之人，于此隐居，却又阴差阳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，这座城也就越来越大，最后分成了上下2城，一为上关，二为下关。下关风，上关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后来人们就把这上下2关统称为雪月城。我刚才说的这4位绝世之人当中，唯有一名剑仙
有一脉后代留下，人们就推举这位后代成为了这雪月城的城主，到现在是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喜穿红色，眉心一点朱砂，面容绝世，剑法通天。她就是我的心上人，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她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太喜欢她了。师傅，你可是真紧张啊！什么？人一紧张就容易话多呀。师傅，您都活了快200岁了，还是不能免俗啊！哎，去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别紧张，自己人。你究竟是谁？洛姑娘，好久不见，失礼了。在下南宫春水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一个叫南宫春水的人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见面时，我还不叫这个名字。果然是你！你还来做什么？师傅，他就是你说的心上人，怎么感觉一点也不待见你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跟洛姑娘那可是两情相悦，一见就私定终生了的。呸！你个浪荡子负心汉！洛姑娘这么多年不见，脾气还是一样的火爆。你是天下第一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滚！